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在中东的战争一触即发，尤其现在美国跟以色列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难道伊朗是在试它的核弹吗？试爆它的核弹吗？400公斤的浓缩铀现在直奔有可能往武器化的方向去做发展吗？另外一方面，现在传出有消息说，伊朗的这个核潜舰已经前进到荷默兹海峡，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锁定的是美军的航母。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现在呢，美以战争看起来是一触即发了。伊朗方面已经说了，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全面的备战。首先，现在让美国非常感到忧心的事情，就是因为发现了在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地方呢，出现了爆炸的这个事情哦，在1月27号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来看到马上的。就有这个快点的 Express 来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个设施爆炸之所以让美国非常的紧张，就是因为其实去年的6月份，疑似才遭到以色列空袭，而当时在轰炸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这个基地里面的这个核武跟弹道设施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又再次的爆炸，也引爆外界质疑：难道伊朗你是在偷偷的测试，甚至推进你的核武能力吗？而让外界另外一个担忧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伊朗在发展它的核武上面，好像慢慢的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来自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做了一个调查，伊朗现在它的铀浓缩的浓度到60%，拥有超过400公斤的库存，而且已经接近了武器级所需要的技术跟材料，达到90%左右的一个浓度，所以国际社会也在高度的关注当中。刚刚提到了，除了核武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担心的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方面，现在传出来自于媒体的报道，2艘国产的是来自于伊朗的法塔赫级的潜舰部署在荷默兹海峡吗？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今天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关注。另外就是流星和法塔赫的中程导弹，现在说已经蓄势待发了。伊朗除了自己对美国做警告之外，还包括了周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也发出警告，如果美军对伊朗发动这种新式的攻击的话，马上就会演变成一个区域性不可能抵抗的一个区域性的战争。而美军另一方面则是刚刚看到的是伊朗的准备，美军也做好了备战的状况。林肯号正式进入到中东之外，已经进驻到美国的一个司令部的责任区里面了。而正在进行的就是联合中东的盟友在这个区域展开了多层次的打击训练，是做给伊朗看的吗？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林肯号之外，美军的军机也已经开始备战了。F-35跟超级大黄蜂现在看到都是在林肯号上面可以做好了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 X 推组也特别说了，美军已经在中东地区集结了2个航母战斗群和第5舰队主力部队，初估3万的美军部队已经蓄势待发了，而包括了这个。川普本人也证实，他说呢，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支美丽的舰队正在前往伊朗当中，所以预估接下来在中东地区会有2艘来自于美军的航母来面对着伊朗。X 推组也特别说了，除了刚刚看到的这一些武器之外，美国近期也将它的一架这个是 EA-37B2 的电战机部署到德国基地了，预估接下来就会前往中东地区来做准备。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有关于伊朗的核武问题，它的浓缩铀推进到60%，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一些飞弹，还有它的潜舰，这个法塔赫级的潜舰说已经到这个荷默兹海峡了。伊朗现在把核威胁给搬上台面，美国跟以色列还可以容忍多久呢？什么时候进攻？舰长怎么看？伊朗是整个中东的一个动乱的一个根源呐，因为几乎那里所有反以色列，他的目标就是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消灭。反以色列的武装团体都是伊朗在提供他军援、火器、这个武器等等。所以，如果把伊朗这个政权给它消灭掉，基本上中东会稳定很多，比现在。那以伊朗的所有拥有的技术里面，其实只有一样东西让我们担心，就是这个核弹。
他会不会能做成核弹？而且以他们这种对宗教神学是非常信仰的这种啊，他万一真有颗核弹啊，哪天你要把它消灭，他真的可能丢你一颗核弹。但是呢，我也特别要这个介绍一下核弹这个技术，核子浓缩铀啊，当然可以看到多少，它有一个叫做核爆，一个叫做核反应。核爆就是核子弹。我如果说这里有2公斤的浓缩铀，要在90%以上，它核爆是在0.00001秒的这个时间，全部一下子整个炸开，就整个就哇一下炸开，要到90%以上。那什么叫核反应呢？我们发电厂就是核反应，它的浓度因为比较低，所以它是一点撞一点，一点撞一点，它就像一个焖烧锅，里面水一直在焖，它会慢慢加压。如果你正常让它释放，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能源的一个提供者。但是像你说，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这个东京的那个电力公司的那个核，是不是后来也爆炸了？为什么它爆炸？你知道吗？如果它在开始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立刻灌水进去，不会爆炸。但是因为东京电力觉得这个东西太贵了，那是几百亿美金这样造出来的，那我是一个私人电力公司，我要想尽办法救它，他就一直试图救。结果没有救好，它炸了。就是一个东西闷太久这样。所以大家记住哦，核爆跟核反应是2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要认为核电厂的也会爆炸，那个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是。那它目前这个东西，它只有到达60%，对不对？那个浓度一定要到90%才会核爆。那从这里上去哦，全世界都会盯着你。你差不多了，我就丢你一个这个炸弹。所以它很难，它能不能够偷偷摸摸的，你外界都不知道。太难了 ，CIA 也有这个间谍，这个摩萨德也有间谍，而且伊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的这种想法，所以他想瞒住所有的是不太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啊，伊朗跟美国现在这个样子都在拉高双方的态势，都希望对方不要动手。那他会不会打呢？任何一个国际的战争，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利益，这个利益一种是钱的利益。你看美国打委内瑞拉。石油嘛，那是钱的利益。那美国上次为什么打伊朗？那是战略的利益，因为他快要把那个核弹给他做出来了。那我当然要把你打掉。那这一次他过去，他的目的是什么？维护伊朗人民的自由民主吗？那根本不会是他的这个利益里面的。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去攻以色列，不要攻我们这个美军呢，就他也在拉高态势。但是他想不想打？我觉得美军不想打，因为他没有利益。那伊朗想不想打？伊朗也不想打，所以最后就是因为伊朗内部的动乱，造成大家为他担心，但是他会慢慢的压下来，因为现在平民革命很难成功的，因为尤其伊朗的那个叫做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16、7、8万人，开玩笑，他们的装备比3军部队还要好，你想要推翻他们很困难。我不是说没有，但是美国 CIA 现在努力的在那里做这个叫做颜色革命，先让抗议的人留下来，不要走。搭帐篷，我给你吃，我给你甚至给你武器，然后开始从这个抗议变成内乱，内乱变成内战，最后是不是能够把伊朗科梅尼政权给他推翻掉？希望能够，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难度在。但是如果你忧心美伊大战，我觉得几率很小，因为双方都看不到他愿意打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利益存在哪里。好，一方面美国也想要消灭哈米尼的政权，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有关于伊朗它的核威慑，现在对美国跟以色列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持续的推进它的武器哦。刚刚讲的说，除了林肯号之外，川普说了有另外一艘航母正在前往中东。另外刚刚特别提到了，还部署了这个是新世代的电子战机，2024年才新增的这个是 EA-37B2的新世代电战机，说可以成为瘫痪伊朗防空跟通讯的第一级吗？干哥怎么看？好，我看这个就说我们现在先看哈，就伊朗也部署了流星和法塔赫中程导弹，还有特别是讳莫如深的法塔赫级潜舰，其实这是从苏联的就俄罗斯的那个基洛级发展过来的。那我相信，因为大家要晓得，伊朗具有实战经验，就是说伊朗是能打的，它跟伊拉克不太一样，它真的波斯帝国还是有它的传统，就是说当真的威胁来临时，它是真的能够威胁以色列、威胁美军的，它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部署这样的潜艇，其实对美国而言的话是一种威胁。那部署这样的飞弹，
对于航空母舰战斗群也是一种威胁。所以美国现在最新要派 EA-37这个电战机过去。简单介绍一下 ，EA-37就是以前北约组织在40年前最夸口的，我们有E-3空中预警机，带个大圆盘，一飞到这个空域300公里的范围之内，什么飞机都逃不过我的法眼大家了解吗？然后最近的就是什么？就是去年巴基斯坦跟印度那个战争，传说巴基斯坦是用的中国提供的 ZDK-03空中预警机，那其实就是空警500改装的。然后空中预警机在天空发号施令，然后接到了指令之后，直接指挥歼十敌人印度的标风战机，连看都没有看得到目标就被打下来了。所以大家就晓得电战机它的威力在这个地方。那 EA-37B 它是取代了什么？取代了大家最熟悉的 C-130EC-130的区域空中预警机。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EC-130因为它就是美国用了40-50年的空中预警机。可是现在 EA-37B 它到底进步在哪里？因为它变成了喷射机，它不再像那个螺旋桨飞机飞得那么慢。时速才600公里而已，EA-37B 时速967公里快到1000公里，飞得快，飞得高，再来你知道滞空时间长，所以像这样子的空中预警机，它不但可以囊括以前 C-130的电子功率70%以上，然后它还加装了主动扫描阵列雷达，在它的脸的左右夹，看那个飞机你就觉得说，奇怪，这个飞机怎么左右夹胖胖的？那都是电子天线。它还承担的，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在审国防特别条例的时候，常常会提到 C5ISR C5IS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作战管制系统就是指挥、管制、通讯，然后电脑、网络、情报、侦查、监视这总共8项大项。就是 EA-37B 它要做的工作。好，那讲到重点，就是说结论：当 EA-37B 到了德国法兰克福的基地的时候，它直接往波斯湾因为那是最近的北约基地，它直接往波斯湾前进的时候，海上有航空母舰，天空有我的 EA-37B， 它直接瘫痪了。为什么？直接瘫痪伊朗，你可能所有想得到的防空网。由它来瘫痪，为什么？因为它的 E 代表 electric，A 代表什么？代表 attack， 也就是说 EA-37B 它会先用它的电子战系统瘫痪伊朗的 S-300跟 S-400的防空导弹，甚至有可能连中国会不会提供它那个红旗 9B？都在 EA-37B 的瘫痪范围之内，这就是今天美军先派过去，它意义在这边。而且真的如果打起仗来的话，这一架电战机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好，那我们如果假设很不幸的，真的双方发生交火的话，接下来包括了伊朗号召的真主党，要请聂老师来看，还有也门青年运动会不会全面来做参战？那接下来对于中东情势的影响 ？OK， 我觉得。世界大家都知道，从这20世纪到21世纪，最漂亮、最厉害的战争叫代理人战争嘛。那大国呢，通常呢，他不会自己先下去，先找前面的这个代理人的部队像美国当时不管用了各种，全世界都算他的代理人。像乌克兰最近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因为当2个大主，比如我们讲现在世界2大势力，第一个就是中俄，还有美国这边。但大家知道有个 CRINK 呢，叫做 CRNK， 这个 I 叫做 Iran， 就是伊朗。伊朗从某个角度等于是2个极端的前面的一个某个代理人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但这个之间因为霸主还是美国，所以基本上很难在他后面找伊朗做完全代理很难。但是因为伊朗它之间跟这个以色列在中东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不管自始至终的一个爱恨情仇，那这2边的这个敌对呢，这不会马上是消减的那么从各种角度都一样，因此他们。不可能马上被完全消灭之下呢，不断的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及对对方的一些威吓。然而，伊朗前面又有代理人，你刚刚提到的这3个
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从2年前呢开始呢，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这以哈战争之后哈，那时候的哈马斯大家都知道，然后那是巴勒斯坦的，还有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当然包括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等等。我把它视为就是伊朗的这个前哨站，也就是等于他们的代理人。所以你会发现呢，不管是以色列要先打掉代理人战争，用那个莫萨德的这个一些情治系统跟美国 CIA， 大概把这个前卫的组织大概能够铲除就先铲除，但不可能完全。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其实也被这攻击得非常惨。当然，伊朗内急呢，当然它背后的伊朗毕竟还是一个大国，它军事实力也不差，甚至它一直想要致力发展它的核嘛。好，刚刚谈到核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全世界只有8个地方应该算是真正有核的实力，就是安理会的5大国嘛，好，这大家都知道。另外2个就是前一阵打仗的那个伊朗和那个巴基斯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在中东的以色列，对，它的弹头是很多。那么你可以说它是有，也可以说它是没有，但它实际上真的存在着这核弹头是可以攻击。伊朗当然就要发展它的这个核能，才有办法去抵御它在中东的这个维稳，以及甚至当然。这个全世界的霸主，美国的不断对他的这个制裁或侵略，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去年这个霸主这个在我们讲加拿大开这个 G7 会议的时候，突然2天就跑回去告诉大家说，2个礼拜我做一个重大决定，要对这伊朗制裁，没有想到2天就发动了 GBU-57，就钻了60公尺，有没有？好像刚讲了嘛，好像大家这个会隐会声嘛，说好像炸到了什么的，我们也谈过，如果真的炸到，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核外泄的这个影子都没有？但我只能开玩笑，它炸了60公尺嘛，还没炸到80公尺，可能80公尺有还不够深，或者当然讲不好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核设施或者核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它不可能让你那么容易就破解了，我是这样认为。当然，莫萨德也很厉害，现在也很厉害。你知道，在这之前的时候，他非常多的核能的这个研究员或者军队将领都被暗杀，都被直接命中。包括好多这个周边的跟这核有关的。但是，我想伊朗它当然这个国家大，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的一些研发实力以及它的这些技术，因此我觉得它这个还在做。那你现在讲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中东会不会瞬间的失控就打起来呢？刚刚看到你这边2边的布局，像我们小时候玩军演一样。好像就要打了，当然看起来也都师出有名都可以做动作。可是你知道，一做动作2边都伤，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有可能 yes and no 的问题，但 yes 的机会不小。但你要知道，这个不管是真主党这个也门组织，好这些东西要去这个反击，说要极力这个去反击这个所谓的另外一方势力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顶多是区域性的战争。我跟各位讲一下，这是我的发现。其实20世纪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能源。你不管汽车、飞机都要靠能源。就21世纪是靠什么？没有，因为科技已经转变了 ，technology 变化以后，现在已经不是完全能源，是要靠电力。电力不一定完全从能源来，因此能源的至关的一个唯一关键已经不是了。因为中东战争可能不会像过去这样子，当打下去还是会很严峻。但是过去如果是一样以能源为主的话，这些能源产油国家一定会造成一个残疾战争，一定会一直在争来争去。但现在已经不太是了。不过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只有观望，也就是说真正发生，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觉得它是区域性的，对世界上会产生马上这个所谓能源的一些危机，当然也会一定会，包括荷姆斯海峡这么是重要。当然金融市场会不会造成动荡，我觉得也都会，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会像以前那么严峻，那我们还是要这个严阵以待之了。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